酒味道不错，叫什么名字？此酒名为屠苏。屠苏。老弟，这名字对他来说不太吉利啊。对我也不太吉利啊。哎，谢家来拦路了，小心。放心吧，现在暗河之中，能杀我的人还没出现。苏家苏哲，哲叔，沈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闺女不放心你，让我来为你清路了。嘿，你手里的，交给我了。来。小丫头，差不多得了。靠！血！哟，怎么越说越还来劲了嘞？哎！你来下苏哲，我去找苏沐雨。丫头，先打赢我再说吧。一起上！你留下绵龙剑。由我拦路，鬼杀莫行。嘿，我不管绵龙剑为什么会在你手上，既然让我遇见了，那就把剑留下吧。回去告诉谢老爷子，现在收手，既往不咎。我听说过你修炼的是拔刀术，讲究刀出刀回，便得因果。拔刀术，变回。为何只退不战？剑呢？随手揽过雨水，便可成剑。小沐雨，往前行，不必回头。家主，苏沐雨已过清河街，再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他一个人来的？本与苏哲一起，可是半路遇见谢家杀手，苏哲替他拦住了谢家刀客。他来干什么呢？苏沐雨，拜见家主。等了许久了。灭破剑法，果然不凡啊！多谢家主夸奖。绵龙剑，大家长身上的毒已经好了，他让我带绵龙剑来此，交给苏家家主。大家长将绵龙剑传给苏家家主，自此暗河大家长之位由苏家家主担任，请老爷子接见。哦，有什么条件吗？其一，老爷子给提魂殿发一道手书，让我、大家长、哲叔以及朱影12校离开暗河。离开暗河，去往家园，条件倒是不难，
只是你真的相信家园真实存在吗？这是另外的事，就不劳烦各位费心了。既然说了其一，那便还有其二吧。你说吧。这个家伙，交由我处置。不行啊，家主，我誓死要追随苏家。你不能把我交给苏沐雨这个狗腿子。此刻只要老爷子愿意，便可拔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好，家主，现在不是执掌灭龙剑的最好时机。是啊，大家长这是在考验我呀。毕竟只是握住剑还不够，还得活着走出九霄城才行。你不拔剑，那么就由我来拔吧。别当傻子，人不是冲动来的，这个时候弄什么东西？什么人敢来我苏家放肆？好大的一颗光头啊，真像是一颗卤蛋。你找死！我的这风呢？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此人是谁？穆家穆慈灵，当年从大家长那儿偷了阎魔掌的秘籍，自己偷偷修炼，结果把自己练得人不人鬼不鬼。这件事儿在穆家闹得很大，后来便被关起来了。卤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家，苏志奇。不错，死前还敢如此大声说话，确实有志气。哎呀，有些人的名字一听就起得很潦草，是注定要被杀死的人。不过有的名字就不一样了，譬如苏锦辉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难杀。生见慈灵，死见阎王。10年前我便劝穆子哲杀了你，他不愿意，说将来或许会用到你，却没想到他说的用到，竟是这个目的。单凭你一人想杀我，未免有些可笑。能不能杀，试过不就知道了？什么？好快！救家主！再厉害的武功也有它的破绽。当年我们3人合力制住你之后，我便想过如何单独破你的阎魔掌。不错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有见过家主他亲自出手。究竟在想什么？此刻只要我们2人出手，这场战斗便可以结束了。嘿，你个木鱼脑袋，你真以为大家长那么心甘情愿退位？他不过是祸水东野，想让3家自相残杀罢了。我知道，但只要我们帮助老爷子继位，苏家在这场争斗中稳固局面，这个死局
便可破了。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值得你去拼死拼活？或者条件，老爷子他会同意的。白痴！提魂殿三关根本就不会同意他的要求，他们甚至不认可老爷子的大家长之位。啊？为何？哎呀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好好看戏，不要乱来。哇！走走走，出去看看。当年你看到的，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。你以为只要避开了我的研魔掌，就能不被我吸走内力了？之前的这场雨下得不够大呀，不如来一场剑雨。哦，苏家还藏着位高手啊！剑雨。这一招和你的18剑阵倒是有些相似啊。见过了我的掌法，你可见过阎罗王用刀？来了，老爷子的寒霜剑气。这下精彩了，可惜了这场好戏，缺了谢家一方，有些遗憾了。家主，木子陵已经到了苏家，目前正和苏家人对决。苏家除了苏建辉，此刻无人能与他一战。如此甚好，杀了苏建辉，也能少了不少麻烦。可是放出这个怪物之后，我们无法控制它怎么办？这个怪物就算实力再强，也不会影响到暗河中人的利益，因为他从未想过要留在此地。他想离开暗河。所以此件事一了，我也无需控制他了。只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令我不安。何事能令家主不安？谢繁花死了，那是谢霸最中意的弟子。以谢霸的性子，不应该这么冷静。如今苏沐雨要去苏家传剑，谢家又想要一同夺取绵龙剑，虽说是想拖我穆家下水，但此事却透着些许古怪。安插在谢家的探子有消息了吗？回家主，暂时还没有。让他们务必盯紧。是。家主，谢家还有底牌吗？有，只看那个人是否愿意出手了。别乱动，相信我，你那3枚银针还来不及出手，你的手就会被我砍断。苏哲，好久不见。谢七刀，
我与苏哲谈些话，你作为晚辈给我倒杯酒，不过分。不要耍花样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怎么敢耍花样呢？谢家其他人止步于此，我过去。苏哲，你留下。这个姑娘我不杀。看看你们的祈祷书，做事和刀法一样的凌厉呀。主要是和你打架太浪费时间，赢了也划不来。来，再倒一杯。我只在喝这一杯啊。这一杯我来给你倒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七刀兄这般闲云野祸之人，也会来趟这趟浑水。这九霄城进了可就难出了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那人在暗河呢？人在暗河，永世得超生。此人便是谢家刀法第一的谢七刀，吓死个人了。唉，便是他了。如今的谢家家主之位，可以说是他让给谢爸的。方才他说的是谢家其他人止步于此，他过去，你留下，然后饶我一命。没错，他是这么说的。那你们这个约定里并没有规定我不能走。哎，司哲，大家长房间内的阵法都布好了吗？已经布好了。头还没回来吗？没有。神医和哲叔跟着头出去，也还没回来。头独自去苏家传剑，肯定会被三家盯上。可是，头让我们12校守护好大家长，不得去找他。是啊，如今我们12校军事有伤在身，朱朝的守备力量也很薄弱。若是再分出人手，如果此时三家都盯着绵龙剑，那么朱朝暂时就是安全的，头那边才是最危险的。好，那咱们就兵分两路，我去找头。哎，不同，我去吧。我们也去。那我和阿虎去吧。等我们回来。陈龙，神医，神医，是谁？是谁动的手？后面我已经拦住那2个人了。头，我愿意为守护而死。即便你守护的是一个极恶之道的掌控之人，不，我守护的是头你啊。既然大家长和苏锦辉都已放弃了绵龙剑，那么此剑归于谢家，还是归于穆家，与你还有什么干系吗？何苦要以死相守？你说的没错，或许真的是我错了。苏沐雨，你头，悲伤留给你们，这绵龙剑便交给我吧。
再来抢走啊！从我的手中。志强，好强！真不追吗？不追了，我们带陈龙回朱朝。谢道叔，我原本以为你不会参与此事。去问你那该死的兄弟吧。他难道说的是长河？神医，银狐，咱们走吧。真不追了吗？那是成龙拼死夺来的。那柄剑已经被人调包了，是假的。假的？陈龙拼死抢回来的剑，居然是一柄假剑，是谁将剑换走了？应当就是那暗中出手之人。你们回朱朝，我去寻那人，我杀了他报仇，抢回真的绵龙剑。头儿，我们朱隐12校自从跟随你的那天起，便立过誓言，为你而死，不是悲剧，而是荣耀。如今陈龙已死，就让我前去为你夺剑。银狐，属下在，随我回朱朝。这是我的命令。面若平湖，而心有惊雷，这是大家长对你的评价。只是此刻的你，心中的确已不是平湖，而是一潭死水。现在的你杀不了我。见鬼了！银狐，照顾好陈龙和神医。你是谁？我们曾经见过很多次。你是提魂殿的人。聪明。那么你可否猜猜，我是提魂殿的哪一位？提魂殿3关：天关赐福，地关赦罪，水关解厄。如今此处这般混乱，想必是水关前来解厄。哼，跟聪明人交流就是省事儿。龙剑，你想要这柄剑吗？我可以把它给你。方才动手杀死陈龙的人，是你。没错，我会杀了你。你很大胆，敢这样和3关说话。我苏沐雨发誓，不管你身份如何，不管你走到何处，不管我需要耗费多久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听说你向来剑术高超，性格温和，没想到也会说出这等凶狠的话。可现在你杀不了我，因为剑在我手里。你需要先进行另一个选择，拿住剑，成为暗河大家长的第1位无名者。或许距离你能杀死我，才能更近一步。将剑给我，我拿给大家长，剩下的事由他定夺。这倒是有意思的很。有的人在争夺权力，而有的人只想逃走。不必惊慌。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。这是花镜水，喝下以后运气3日，你体内的锥心骨就去了。那从此以后，我和穆家就没有关系了。接下来，提魂殿会下手书，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哼，来杀来杀，能杀得了我，便尽管来试。那么穆家主，不对，
应该叫大家长了。慈灵便告辞了。去告诉苏家和谢家的人，炎龙剑已被穆家所得，即刻返回宗门。是。一个人都别想从这里走出去。谢奇刀，如今绵龙剑在我手中，我已是暗河的大家长。握住绵龙剑还不够，你要有命活着将剑带回宗门，拿到提魂殿三关的面前。等他们承认了你的身份，你才是暗河的大家长。但你走不出九霄城，甚至你走不出这间院子。哼！就凭你，自然不止他一人。谢家有长刀56柄，求一把剑，就是不知道穆家家主愿不愿意给。来的居然是你！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如今暗河混乱如此，自然是由我来消灾除恶。杀唐二老爷的任务是谁给的？哼，自然是你知道的那位。他的目的，自然是打造一个全新的暗河。新的暗河，不该再有你。我可以去家园。家园？传说中暗河唯一的净土，在那里可以真正的放下屠刀，过一个平凡人的日子。可是大家长啊，你应该知道，家园是从来不曾存在的，那只是一个谎言罢了。我做了30年的大家长，比历来任何一位都要长，所以我也做了很多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。你真的建立了家园？你们想用我的死血洗出一个新的暗河，可我觉得，只有你们的死，暗河才能有新的未来。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！即便我满头白发，即便你们觉得我已不堪此位，但我依然是暗河之中最强的那一位。大家长，没事吧？连提魂殿都动手了，看来我们想结束这里的事不容易了。暗河水官也来了，看来真的遇到了暗河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局。既是变局，我便不能是落子房。暗河大家长，你的命暂且留一留吧。连龙剑被穆家夺走，谢家派人把穆家围了起来，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。对峙只是暂时的，
估计用不了多久，双方就会发生一场恶战。苏瑞为什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我们的行踪被谢家发现，苏瑞被杀了。他们围困穆家没有动手，但是却杀了我苏家弟子。是的，谢爸说了，他与穆家的争夺战不希望看见苏家的身影。这次只是繁华之仇的一点利息。你退下吧。在谢霸老儿眼里，我们苏家气数已尽了呀。我们？你会觉得现在的你和苏家还是一体的吗？唉，穆秋叔是怪我不肯尽心尽力啊。得，那我接下来就要干活了。家主不让任何人进去。你终于还是进来了。老爷子猜到我会进来，毕竟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，野心与胆识都在。你以前被我压着不敢冒头，如今看我锐气已失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老爷子高啊！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，哼，可惜你是个无名者。苏沐雨身为无名者，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。你也一样，没有继承苏氏家主的资格。被小瞧了呀！原来在老爷子眼里，我还只是个争权夺利的小人呢。不可否认你很强，但很可惜，苏沐雨是你的软肋。这样的你，是无法担任起苏家家主之位的。苏家家主，在你眼里或许是个很高的位置，可在我苏昌河看来，那就是个屁。我要做的，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，是你们无人敢想象过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你知道我为何给自己取名昌河吗？双日为昌，所以昌是指兴盛、明亮。之虎，无惊之龙，前方已无路，你还不愿止步？身为杀手，没有胜败，只有生死。只要未死，便还有路。是我。苏家人都杀了，你们这是要谋乱？发现的有些晚了呀。你居然……我居然也会研魔掌吗？虽然如今的你，我不用研魔掌也能够打赢。但我还是想让你死得更瞑目一些。长河，你应该记得，当年把你从外面接回来的是我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你的今天。闭嘴！当年带我回来，不过是从一个地狱到达另一个地狱，而从地狱中爬出来，是靠的我们自己。
再见了，苏家家主。秋叔，你是不是在想，走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了？你执行了那么多次天字级任务，每一次出手之时，都是有了必胜的把握。想必这一刻，你已经等了许久了吧？秋叔很了解我呀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，而在彼岸之处，不应当只有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秋叔，我花了整整6年时间，集结了这个组织，叫做彼岸。你想改变暗河？秋叔是本家族人，自小便被当作刺客来培养的吧？学习刺杀技能的苦，咱们都心知肚明。秋叔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要作为一个杀人工具而存在呢？为什么世人沐浴阳光，而我们却只能趋于黑暗呢？难道你没有想过去改变这些吗？6年时被强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是想过这些问题，但是这些年来，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，又如何去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我没有将这枚戒指送予你，是因为你虽有觉悟，却早已丧失了勇气。然而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按照小说话本的说法，我们还是少年。既是少年，便当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虽然我无法与你同行，但既然知道了你的目的，也愿意奉上自己的绵薄之力。你且附耳过来，我有个只有家主才知道的秘密，讲给你听。小心有诈！不妨，我信秋叔。他方才说的稳重。原来如此，我还想3家都撕破脸皮了，为何还守着那可笑的规矩？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谢了，秋叔。走。曾记得我说过要看看你的剑光，却没想到它是这么耀眼。来，公文，爹爹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啊！我害怕。不杀他吗？毕竟是秋叔，他方才说的那句话，也救了他。接下来，我们是去穆家吗？苏沐雨去哪儿了？他回朱巢了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难道是为了保护你的那位兄弟吗？当初加入彼岸之时，我们便一直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该徇私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杀了我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新暗河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以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他是一定会将绵龙剑给取走的。既然他选择不追绵龙剑回到朱巢，那就说明穆司令带回去的绵龙剑是假的。也只有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拼个你死我活。你若也这么蠢，便去给他陪葬吧。既是如此，说清楚便是。长河，住手！另外，你有句话也说对了，苏沐雨，他的命，我还真就保下了。任何人都可以死，但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先死。三官，许久不见了。天官已经动身了，在你面前的只剩下了我和帝官。使者来此，可是宗主有了新的指令？是的，宗主命令三官即刻离开提魂殿，撤离暗河。
撤离暗河。宗主说，新的暗河即将建立。这一次，即便是我们也无法阻拦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新的暗河流淌开来吧。只是当他们走到尽头时，会发现我们依旧站在那里。宗主的意思是，我们会以另一种形式掌控新的暗河，而提魂殿将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做了一天，腿都做酸了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那就打吧！起阵，姑须。这家伙耗了这么久，是在准备姑须之阵。大家小心，姑须之阵，所见非见。当年雪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，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姑须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。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大家围聚起来，以背向敌，切莫轻易动手。家主，下面有手！谢家众弟子，西去邪刀舞！蝶舞9章记。蝶舞，杀生不留尘，声闻起，传递。谢家的双生双死刀。这就是你们穆家的千机手，旁门左道。你想试试，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旁门左道快？或许我们一样快，但可惜我还有一柄刀。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刀。为什么？当年谢家家主之位，本来是属于我的，但是你想要，我便打算让给你。可是你不相信我，你娶了师妹，强迫师傅把家主的位置让给你。记恨我娶了婉儿。婉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，只要她开心就好。但让我难过的是，她那些年很不开心，而且死得很蹊跷。这些年，你对我虽是兄弟相称，但你不知道，我每天练习挥刀时，假想的对象都是你。我不和你打，门口那些谢家弟子，我要带走。大家长之位，你不感兴趣？那个位置太高，我怕冷。谢霸已死，以后谢家由我谢奇刀统帅，有异议者出阵与我一战。有意思。若无异议，便随我离开此处。大家长之争，自此以后与谢家无关。撤阵。
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了？这柄绵龙剑是假的，是木慈林使诈。以他的性格，并不会。剑定然还在大家长手中，我们去筑巢。桃木剑，大家长将死。墨雨，你回筑巢之后，脸色似乎一直不太好啊。回大家长，陈龙死了。难怪。你是否觉得自己选错了？墨雨觉得自己的路从未选错，只是我并没有做得很好。你呀，总喜欢将很多事情扛在自己的肩上。你苏沐雨的好兄弟苏长河啊，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哎呀，装的装的，是苏家老爷子让你来的。苏晋辉吗？他现在可指派不了我了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么隔着门说话挺累的，你让我进去。亲爱的大家长，我可总算见到你了。臭小子，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来问问大家长，你可不可以死了呀？长河，你是来说笑的吗？你觉得呢，大家长？大家长，你看我的这枚戒指，里面写着2个字，叫彼岸。这些年来，我在暗河之中，将这一辈最优秀的年轻人，都招募到了一起。我希望可以凭借我们的力量，到达暗河的彼岸。那里应该有光明，而不是长夜。不错的想法。所以，只有你死了，这长夜才算到了尽头。长河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知道你也早就想改变暗河。可又不想沾染那些鲜血，所以一直勉强地用你的剑，来维系着脆弱而又可笑的平衡。如今好了，路我已经替你铺好了，就让我们一起走向彼岸吧。或许还有第2条路，或许还有第2条路。第2条路，有些事情可以妥协，有些事情我也可以为你背负。可是今天大家长必须死，否则彼岸组织何以树立新的规矩？我是鬼，永远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至死方休。你太天真了，我怎么会认你这样的人做朋友？这个任务我不接。放肆！提魂殿下派的任务，岂是你一个小小苏家弟子可以拒绝的？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，所以你不想杀？给我们一个理由。没有理由，不想见。真是放肆！传信给苏晋辉，将其视为叛徒，直接抹杀。莫急莫急，看看谁来了。参见三官。苏长河，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好呀，谁都能和我们提规矩了。看来提魂殿需要立一立威了。莫急，
你且听他说。我兄弟说了，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立一个规矩。哼！你们2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不要以为这1年来杀出点名堂，就觉得暗河都是属于你们的了。和我们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倒想听一下，他要立什么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这就是我的规矩，不行吗？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，只要任务完成，管他是谁完成的呢。好，那么就说好了。若你做不到，那么等待你们2人的将是暗河最严酷的刑罚。唉，不必吓我，你们瞧好就是。你进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这个嘴笨的家伙谈判喽。你要明白，提魂殿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的剑。那他们同意了？那是自然，我的口才你还信不过？那你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？没什么条件，就是分析利弊。那提魂殿3官也不是傻子，自然会算账。多谢了。谁让你是我的好兄弟呢？长河，这么多年，多谢了。可是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东西。你自以为是守护，可在我看来，你只是以守护之名在逃避。鬼窟院那100年的规矩，我们都能一起打破。长河，难道你就不能再相信我一次？终究还是要与你一战了呀！长河，大家长不能死。当年我说一起练寸指剑，这样身上藏10级柄匕首也没有问题，你偏要练18剑阵。18剑阵用一次就得收一次，今日你对那木子林已经用死了，如今光靠一柄细羽剑，你能赢我？这操纵长剑的技艺，好像是弹琴一般。的确是，因为苏18创立这套剑法，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善于弹琴的女子。看来又是一个痴情的故事。痴情谈不上，疯魔比较恰当。当年苏18爱上了一个善于操琴的女子，可是女子却是他的击杀对象。无奈何，苏18为了任务，最终击杀了女子。可是为了纪念那女子，他模拟着女子弹琴的技法，创出了这套18剑阵。杀了心爱的人，然后为了纪念心爱的人，创出了杀人剑法。你这哪是疯魔呀？这分明就是变态呀！这18剑阵自苏18以后就失传了，直到沐雨这里才再次重现。莫非白姑娘认为沐雨也是变态的人吗？哎呀，大家长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哦，那你觉得沐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老实人。白神医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呢。喂，白神医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这位好兄弟了？
嘿，你这人怎么一边打架还一边偷听别人说话？因为和苏沐雨说话实在太无趣了，还想办法劝我。这18剑阵是我陪你练的。 我比谁都知道你的破绽。平手。明知道此刻自己退也不是，进也不是，可还是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说。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，大家长不能死，苏昌河也不能死，除非你先死。 他可真是把自己好兄弟琢磨得透透的。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线，但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的是懊恼了很多年。炎魔掌。身在暗河，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很可笑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你杀；你不想承担的罪孽，我替你承担。甚至你想离开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 大家长，好。其实你敲门之前，我和沐雨聊了许多。哦，都聊了些什么？我和他打了一个赌。沐雨不是最讨厌赌的吗？你们赌了什么？我们赌最后能走到这里的是不是你？若是你的话，就将绵龙剑传给你。那沐雨赌的是？ 这，你便自己问他吧。指尖刃，你是唐连月？你们可是要拦路？路我们已经让了，至于能不能进这扇门？ 就得看玄武使的本事了。我为唐门市而来，非玄武使。不是说了吗？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进来。哼！我敲门只是因为所到之处非我宅邸，但我是否进来，并不需要任何人的命令。哦，竟然是连月兄。 我的雨墨妹妹不够好吗？你还到这里来？暗河大家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天启城玄武使，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，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已在朱巢之外徘徊多日，不愿动手，便是不想参与进你们暗河之事。如今风波已定，大家长，我来与你一战。 仅为我二叔报仇。风波已定，看来你对我们暗河的局势有了新的判断。暗河之中，已经无人可以阻止苏昌河了。此话没错。在我动手之前，我有一句话要问大家长：是谁找的你们杀我二叔？收钱办事不提主顾之名。 这是规矩，但是我今天可以为你说一些其他的事情。
家园原来真的存在。沐雨啊沐雨，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这一切。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但是在唐门之中却最看重你。唐门从天起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意，他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这一边。就是这么一个独自搬往孤冷地方独居的人，却受到了来自我们的暗杀，其中情有令人思量啊！原来是因为我的原因，感谢大家长告知连月。从你踏入天启城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单单是唐门的唐连月了。我虽明白了，但我依然要杀了你，为我二叔报仇。既是如此，出手吧。唐连月，我虽然老了、伤了，可也不必这么小看我。唐连月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无妨，我这把骨头还未曾枯朽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总有事情是你护不住的啊！不如随我一同看戏。倒是给你省麻烦了。神医好像从头到尾都很淡然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啊？是啊，我刚给你下了毒，你不知道吧？难怪方才我一看到神医，心就扑通扑通的跳得越来越快了呢。你一个小混蛋，真不害臊！哼！即便是唐二老爷与我对阵之时，也不得不用出万术飞花。你觉得你这般能杀我？好。你想要看万术飞花，便让你看看那万术飞花。不必担心，唐连月是个死板到有趣的人，放心吧，伤不到我们。你二叔能以花为花，你却仍以银针作花，无法化天地万物为暗器，不如你二叔啊！说怎么呀？这银针之中藏着雷门的火药。大家长，烟这么大，说明大家长肯定没有被炸死。唐门和雷门不是素来不和吗？怎么唐门的暗器中会藏有雷门的火药？天启司守护之首是李新月，她的丈夫是雷门这一带的翘楚雷莫杀。这就是我的第二道暗器，天雷无望。可惜今夜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，你必死无疑。
宝玉梨花针。天雷无望还是伤到你了，大家长。好浓的梅花香。看来雪落一枝梅的毒并没有解，如此我不需要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了。即使如此，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走好。大家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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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过今夜有趣，没想到竟会如此有趣。我们这边看来是来活了呀！上！苏家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等着送你们归西呀！苏家苏鸾丹，你一个二流角色也配站在这里跟我对话吗？二流角色，穆家主，那就来试一试我这个二流角色的剑法。上！大家长已经被你们杀了吗？你想的倒是美，我们杀了大家长，而你手握绵龙剑，顺利的继任大家长之位。你的话太多了。你以为凭借你们几人就能对抗我们穆家这么多的高手？却也不止他一人。我也是将要跨向彼岸之人。穆青瑶，背叛我！你忘了，我是无名者，你本就不曾把我当做过家人，又何来背叛一说？给我杀了他们！别乱动，会死！好啊，穆雪薇，你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穆家人，你竟然……我们都是被这世间抛弃的人，唯有相互信任，才能到达彼岸。动手！大家长，我们现在需立刻闭气行针。不必了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大限将至，即便是神仙也无法逆转生死了。神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不必责怪神医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那日我本以为已经治好了大家长，可后来发现雪落一枝梅根本没有完全根除。今日经过这一战，怕是……小神医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沐浴，长河，我们聊聊。长河，你要改变暗河？我想要改变的很多，如今不过是个开始。我想将这把剑交给沐浴，可如今看来，你更想要这把绵龙剑。其实，在很早以前，你也是我传剑的一个重要选择。是吗？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因为你做事够狠，生来就像是要统帅暗河的。你和我年轻时候很像。大家长年轻时也想过改变暗河。是啊，可穷尽一生还是没能做到。只是你不知道你即将面临的困难，不仅仅是打败苏晋辉，打败我，
后面还有比我们强大数倍的对手。大家长指的是提魂殿三关？提魂殿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之中的傀儡罢了。暗河背后的真相，是你想象不到的恐怖。那么大家长可以告诉我，所谓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吗？别急，那些秘密就藏在我们下方的密道之中。待我死去，你们尽可以去看。沐雨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不要这柄剑吗？沐雨，这世上只有你拿这柄剑，我才会让给你。现在暗河的深处有许多我们无法触及的领域和对手，就算你不想当大家长，如果没有你的辅佐，长河怕是步步惊心呢。长河，你真的想要改变暗河吗？我说过，我要改变的很多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双日为昌，从我取名苏长河那天起，就不想让暗河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。请大家长传绵龙剑于苏长河。那你就握起绵龙剑吧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苏长河，恭请大家长赐剑。我会完成接下来的事。今日以后，暗河便没有送葬师。我走了。今日以后，暗河也再没有直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。知道你一直想去家园，只希望每年秋日开花之时，我还能与你重逢一日，畅饮一番。暗河的人，若能找到暗河之外的良人，也算是得到真正的解脱吧。出去以后，你继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唉，我看这个白神依旧不错，肤白貌美，身材也不错，虽然没有雨墨妩媚，却挺适合你的。再见了，沐雨。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，但我需要先和神医去往江南处理一些事情。好。沐雨，你真的决定留下来吗？我相信你的选择，也相信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。此事已有结果，我们不再是敌人了。武器全都放下吧。拜见大家长。沐雨，你现在还有机会，可以改变主意的哦。不用多说，我们出去吧。大家长，你还真是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决定呢。只有这样的决定，才能带来新的暗河，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影子。哼，你很看好他们呀？一个组建了新的势力，一个收服了我的烛影12校。那我便看着吧。只是大家长，不管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我如今已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木，也信过苏，却从来没有走出过这片暗河。
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我们的地方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绵龙剑，即今日起继大家长之位。哼，大家长之位岂能儿戏？先问过我再说。拜见大家长。朱影杀手团苏沐雨谢魁之位，任苏家家主。拜见苏家家主。从今日起，暗河将不再有无名者，不再有所谓的鬼窟渊试炼，暗河弟子都能走出黑暗，立于光明之下。暗河三姓皆为家人，我们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暗河。回来了，还热乎，还热乎，太好吃了。神医满意就好。今日怎么人更多了？春日谷雨，风吹心动，易发病。发什么病？发春病。哪里不舒服啊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心口不舒服。10两银子。什么呀？这10两银子？1两板蓝根，药不贵，看谁熬了。你去春望楼找个托儿相公聊聊天，也得30两银子吧？比得上我家这位半分容貌吗？不要，我就给别人了。我要的。托儿，不对，苏公子，帮我熬药。下一位，我出100两，我要让他跟我睡觉。没有这个服务，最多让他喂你喝药，200两。中，这不是钱塘城吗？怎么还有中来的？忙了一天了，你不累吗？还好，不过是熬些药罢了。比起以前的那些事，轻松多了。我发现你很享受啊。不错，是挺享受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我很享受这种平静平凡的日子，好像一日总在做这些事，总在说那些话，但却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活着。多
愁善感的从良刺客，你说是就是吧？饿了吧？来，尝尝这个。我不饿。忙了一日怎会不饿？我昨日炖的那只鸡少了一味调味，今日改善了一下，你再尝尝。又是鸡？我还在隔壁王姐教我的基础上，用鸡汤烹煮了面条。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的剑法这么好？因为我面却做的这么难吃。那要不我再问问王姐？哎，苏沐雨，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沈姨，你说。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总能成功的。练剑这样，做饭肯定也是这样。为何当年无名者100人？只有你和苏昌河2个人能活下来，大家难道没有试很多次吗？凡事都是讲天赋的。当老天爷给你握住了杀人剑的天赋时，就夺走了你杀鸡刀的才能。那个苏沐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又有一只鸡？是陈家大娘送的。他知道我跟王姐学做鸡，便送了一只鸡给我练手。你学了3天，他们送了8只鸡了。那我们明天吃什么？苏沐雨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形象在我心里现在下降得很快吗？这真的是我脑海里的第一想法。这段日子，每次吃完我便想着下一顿吃什么。但这种愁人的感觉，总让我不由得泛起笑容。笑？哪里好笑了？反正我一点都笑不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日最喜欢去逛的便是市集，只觉得市集之上车水马龙，水雾缭绕，在那里我能感受到非常久违的一种活着的感觉。暗河大诗人苏沐雨。这里的景色真美啊，是吧，长河哥哥？是啊，没想到苏沐雨念叨那么久的家园，我居然先来了。沐雨哥哥为何不来呢？我怕他来了就走不出去了，所以让他去了另一个地方。哪里？那家伙在钱塘城，事情还未彻底了结，他有义务护神医度过这段时间。沐雨那个人啊，你我都了解他，重责任。不过他和小神医之间，或许还能有更多的故事发生哦。钱塘城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，那里还有一处隐士之所，里面的人要是知道苏家家主来了，想必会很紧张吧。你刚继任暗河大家长，着急来家园做什么？自然是等人呢。什么人？唉，等身穿官袍的伪神，游离世间的亡魂呢。不愧是执掌绵龙剑的新任大家长，你很聪明。你们想用家园来要挟苏沐雨，先过了我再说。
人确实是暗河这一带的翘楚，但及你们二人的话，你们小看了我，也小看了这处家园。我身后的这座村落里，高手如云。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谈判。什么谈判？我们可以允许家园的存在，但是苏沐雨得回到暗河。你和苏沐雨建立的新暗河，依旧需要受到提魂殿的制衡。可笑！我给你时间想想。我们走。他们还会再来吗？不会的，知道我们早有准备后，他们应该就明白计划无法成功了。唉，只是沐雨，他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呀。听说钱塘城最近来了2个有趣的朋友。钱塘城很多人都很有趣，可大多数都算不上是朋友。那个女医者一来就治好了李员外的病，那李员外的病当初可是你看后都直言无药可救，如今却被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医者治好了，岂不是很有趣？看来先生已经偷偷跑去见过了，知道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了。哎，不曾，是山堂前几日与我说的。那山堂可曾告诉你，这位女神医的身边跟着一个总是背油纸伞的男人？若真是那人入了钱塘城，可绝不会是我们的朋友。哦，那看来你得下山走一趟了。这，先生你不去吗？你先去，要是人家并无恶意呢？可人家要是有恶意，我怕是回不来了呀。这局已定，白子输了。既然谢贤侄说我赢了，那我便是真的赢了。谢师兄背着书箱是要走了？书我已经看得差不多了，要离开了。既然看了学宫中的书，总该为学宫做些事情。山下那人，我替二位去看看吧。谢贤侄可曾听过，暗河有一位随身携带油纸伞，喜欢雨夜杀人的杀手？持伞鬼苏沐雨，正是。看谢师兄这神色，莫非与他相识？有些交情。交情？谢贤侄在暗河之中，竟然也有朋友。当年魔教东征，暗河曾帮助各大派一起抗击魔教，我曾和苏沐雨一起并肩作战，所以有一些交情。他在山下何处？城南洛怀街口白鹤药庄。你见到他，只需问问他，来此处是否为了杀人？如果是为了杀人，那么学宫就不得不插手了。之前我就说过，苏昌和此人不简单，不然穆子哲、苏晋辉这2个老狐狸也不会斗不过他。原本想要通过家园来威胁苏沐雨和苏昌河，如今此计不成，下一步该当如何？是你？是我。宗主说什么？宗主说，江湖之事便于此平息，接下来的事留待天启处理了。宗主要亲自出马吗？你们与新的暗河已经无法共存了，接下来宗主会亲自和他做一个交易。苏昌河倒是个很会做交易的人，宗主有信心在他身上得到便宜。每一位暗河家主都会有不得不做的交易，即便是苏昌河，也逃不过。你怎么一晚上都没睡啊？信上说了什么？昌河和七刀叔达成了共识，七刀叔继任谢家家主之位，效忠昌河。穆家由穆清扬暂代家主之位，穆子哲还没有被找到，提魂殿在他们回去之前被烧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三观也下落不明。苏昌河没有催你回去吧？他说时机未到，不用我回去。
还是想想中午吃什么吧。又要吃？哦，我不太饿，我还是不吃了。不过明天是锦月季1月1次的花见日，有花见饼说没有？花见饼，锦月季的金字招牌。苏沐雨，你要是能买来花见饼，明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吃完，全部吃完。哦，此话当真？我药王谷的金字招牌立于天地之间，岂会食言？好，我一定让神医吃上刚出炉的花见饼。好，开始今日的问诊吧。外面的那些人可是等急了。神医，但之前真的也太漂亮了！喂，神医，快点！果然，帅可以当饭吃。外面牌子写了，1日接诊30人，今日名额已满，想要看苏沐，想看病，请明日早些来。怎么是个男的？苏公子，魅力可以啊！谢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沐雨兄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看到我们就打我们呀！今日不看了，今日不看了啊！诸位拿好今日发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那明日见，好啊，我想你的。这位先生乃是山前书院的现任院监谢轩。如剑仙，您就是那个从来没有练过剑，但是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新百草的小师叔。新药王的小师叔？对，童叟无欺。谢轩见过白神医。如剑仙不用那么客气。想我与司空长风平辈，而司空长风乃是新药王的半个徒弟。有理。如此推算，您足足比我高了2个辈分，所以给您行礼是应该的。谢先生来此，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托一个前辈的请愿，想知道你来钱塘城的目的。不为杀人，那便无事了，告辞。我最近在学坐鸡。坐鸡？小鸡快跑！采撷无却日，烹饪有秘方。做菜如练剑，一窍未开，窍窍不通。做出来的东西，自然是不可闻、不可视、不可食。如剑仙，居然是一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地方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所以会做的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许久未见，不如小酌几杯。谢先生的书箱中居然还有酒。若书箱里只有书，那这千山万水，我这一路行来就略显乏味了呀。这酒名唤桃花，
那是青城山的一位朋友所送。苏女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这酒这么烈吗？原来沐雨兄不能吃辣呀！你不能吃辣？我谢轩此生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用真气强行压制住口中辣味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谢先生，可愿意教我做菜？书中有颜如玉，有黄金屋，自然也有八珍玉。这本食谱借给你看，看上10年，北离出神就是你。多谢了。那若只能看上10日呢？那做这碗牛肉面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上一次我们相见，还是在边境共遇魔教，如今却在这钱塘城的小院里喝起了酒，这感觉还真有点不真实。谢先生也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。有一句话我不知当问不当问。我仍在暗河，只是这些日子暗河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哦，可讲否？暗河有了新的大家长。谁？莫不是你？是昌河。怎么是他？真是个不好的变化呀。谢先生当年就不太喜欢昌河。我读过很多的书，走过很多的路，自然也见过很多的恶人。你的那位好兄弟，或许不是世间最恶的人，但绝对是世间最讨人嫌之人。脸皮之厚，世所罕见，千古绝唱。千古绝唱也能如此用？等他死了就能这么用了？堂堂如剑仙，竟然在背后咒人法！你居然也来钱塘城了？是啊，来杀人了。昌河，不要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。好吧，好吧，别紧张，如剑仙。如今我已经是暗河的大家长了，就算要杀人，也不需要我亲自动手。多年未见，如今见你这讨人厌的家伙，还得唤一声大家长了。如剑仙客气了，叫我昌河就行，亲切。哼，谁想和你这家伙亲切？你来钱塘城做什么？我是来找沐雨的，我带他离开钱塘城，然后去办点事情。当真？当真。昌河，你找我，不会是今夜就让我离开吧？看来我的苏家主爱上钱塘城了呀。哎呀，还是说舍不得我们的白神医？这语气中尽是不舍之情啊。哎，有酒。居然没了。不过这酒满是桃花香，味道还真不错。谁酿的？我也去买上一坛。青城山赵玉珍，你若想买，可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卖了。哼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道剑仙呢。以后若有机会去见一见他。以他的性子，就算去了青城山，你们怕是也很难见到他。好了，既然你们今夜就离去，那我也告辞了。我总觉得你与他是完全两条路上的人，却总是同行。起初不明白，后来想起了书中的一段话，便又明白了几分。什么话？隔窗闻漫雪，咫尺若天涯。是说我们两个虽然相隔很近，但实际上却相距很远吗？不，是你们之间的咫尺与天涯，仅在一念之间。珍重。我前日才刚接到你的飞鸽传书，今日你便来了钱塘城。难道暗河之中的事情，
都已经解决了。替魂殿三关虽然还活着，但剩下那些余孽不足为惧，交给穆清扬他们处理便是。我来此，是要你陪我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黄泉当铺。那个神秘的钱庄，去那里做什么？世上最神秘的钱庄和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，他们之间必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几位家主完全无视了暗河中的规矩，却依然坚持要抢到这绵龙剑才敢登大家长之位的原因。你在钱塘城的日子忽然就这么结束了，不会怪我吧？本就是幻梦一场，总该结束的。能否等到明早再去？这么睡下去，怕是要惹上风寒。神医，要吓死我！我一开始是睡着的，就是有什么香喷喷的东西进来了，一下子就把我熏醒了。锦月祭1月1次的花剑日才有的花剑饼。哇，好香！我说过，保证每月都让神医吃上的。你又只睡了2个时辰，便去锦月祭门口排队了？好吧，那我也不能食言。看在花剑饼的份上，明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吃。好，只是明天便不能再为神医做饭了。长河来找我了。去吧去吧，你本来就有事要做，待你功成而归，呵怀药服在这里等你。钱塘城的所有女孩子们也都在这里等你。多谢神医。那你早去早回吧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。神医，那我走了。早日回来，做碗好吃的面给我吃。好。鬼差开路，相见黄泉。已见黄泉，鬼差何在？身高9尺，纸伞碧阳。黄泉的鬼差，身上果然是一股阴气啊！主人派我等在此等候许久了，暗河大家长。素闻黄泉的主人神通广大，居然早就猜到了我要来此。那便请大家长和苏家主上船。他又是何时出现的？这样难道不是很好吗？至少在这世间，还有比我们暗河更不可理喻的东西存在。公子便是这一任的苏家家主苏沐雨了吧？公子长得真是俊秀啊！姑娘也是美人，过赞。我也是美人呢，这样也是吗？
不与公子开玩笑了。姑娘会易容术。你确定我就一定是姑娘？还真是邪门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名叫红英。黄泉当铺到了。公子，要平安的出来。见了鬼了。也是有趣。穆家那些人也会易容术，但和这红英比起来，相距甚远。算不清楚了，不算了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掌柜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。遵命。二位就是如今的暗河掌权者，大家长苏昌河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。不成想，如今的暗河竟是有2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与我们此行似乎并没有关系。在黄泉当铺中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不愧为曾经的魁。所谓魁，人中之魁，与我们是同路人。阁下便是黄泉的主人。哎。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可当不起黄泉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来看东西就来看东西，可别害我。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不废话了。掌柜的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暗河的宝藏吧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叫我谢轩便好，冒昧打扰，没有事先知会神医，还请见谅。那我便叫你谢先生吧。以谢先生的行事作风，没有敲门就进了院子，想必是有特殊原因吧？但是我已经得到了答案。想必谢先生是来看苏沐雨走了没有？放心吧，钱塘城中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的，说走便走了。看来是我小人之心了。神医看的什么书？不是什么正经书。哦，不是什么正经书，就是一本小说话本。虽然看着故事好看，但是没什么大道理。对于你们读书人来说，算是下品吧。神医此言差矣。所谓的道理，从来都是自己悟出来的。故事只是一个媒介。既然姑娘说这个故事好看，那便是好书，可否借我一阅？自然。大秦末年，王朝崩塌，群雄崛起。后来的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自西南起兵，军号天武，一路征伐，百战百胜，被奉若神明。但萧绎的麾下，藏匿于冲锋陷阵的天武军之后，还有一个神秘的刺客组织，名曰影。该组织专门负责一些刺杀敌方主将之类的任务，
手里名易水寒，可以在黑夜中彻底隐匿行踪。杀人时若鬼魅现身，杀人后又能如烟尘消散。谢先生不看了吗？是本好书。先生也觉得这小说话本很精彩？你错了，这不是小说话本，这是一本史书。史书？北离开国史上哪有这段历史啊？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，那么为什么我从来不曾听人提起过？史书从来都是有2本的，一本是给世人看的，而另一本记录的才是所有的真实。那么，北离开国的时候，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专门做刺杀的队伍？这本书为什么会藏在暗河之中？难道说，暗河？有些事情光靠猜测是得不到真正的答案的，你说是不是，苏哲前辈？许久未见了，如见仙。短短几日时间，就在钱塘城中同时见到了暗河最强的3位杀手。爹爹，我说乖女儿啊，你回钱塘了也不说一声。爹爹。是啊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漂亮吗？啊，自然。女儿，你们方才提到的那本书，给我看看。来吧，一起看暗河的宝库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听你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屑啊。也对，你对金钱并没有什么概念。你或许不知道，这屋子的金砖加起来能值多少钱？能值多少？买下一座钱塘城，够不够多？开门见山。自然就先给2位看点粗俗的。若2位以为暗河的财富仅是这些，那也太小看暗河的仙位了。哎，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里面藏着剑心种的兵器。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剑心种、名剑山庄。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另有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看那霸王甲，世间皆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里的兵器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稀罕物，无剑城，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。我说掌柜的，你语气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了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叶鼎之的围杀之战，这些名字我曾听他说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暗河中居然还藏有雷门的这些物件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里全都装满了，所以要格外小心。若这里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会被夷为平地。岩蛇？错了，错了。我在穆家见过百毒谱，
一模一样。这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和唐门以及百毒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这条蛇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要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地放了。昌河，别乱来！只是开个玩笑。那么旁边这2个药柜呢？自然亦是天下奇毒。若没有猜错，剩下的1道门中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，没错。接下来的这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类暗器。除了没有唐门的暴雨梨花针、佛怒唐莲、孔雀翎这类秘传暗器外，其余的也是应有尽有。这院子中不止这几间屋子吧？还有接下来的那几间屋子，分别藏有奇门阵法之术、各重要城池的官家堪舆图等等。只要你能想到的，暗河的先祖们都已经将它们收纳其中了。所以，这便是暗河的宝藏。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高兴啊。这是暗河传承100年才堆积起来的财富，只有拥有这些，才能将整个暗河运转起来。所以为什么说得到绵龙剑才能继承大家长之位？你以为只是一柄剑的象征？如果只有那3间屋子的金砖，或许我能这样认为。但是今日看到这些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：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禀宗主，他们已经到了黄泉当铺。送葬师苏昌河，纸伞鬼苏沐雨，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控住了暗河的秘密，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仅凭一柄绵龙剑，还是无法取走那些东西的。暗河，终究只是握在我们手里的一柄剑罢了。我们的人呢？到黄泉当铺了吗？他们此刻应当已经见面了。我以为这间院子只有手持绵龙剑的主人才能够走进来。前尘过往，你们自己细聊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，这里是黄泉当铺。当年提魂殿中见到你们2人，我便说应该将你们都杀了。可我也说过，正因为他们危险，所以才有将他们留下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今应当是后悔了吧？这是炎魔掌，不要硬扛。这样的功力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练出来的。你不是继任大家长之后才开始练的，你早就开始偷学了。这个答案，你们可以去下面问问大家长了。
们二人的武功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。不要再说这么自大的话了。你们3人的性命，今日就得留在这里了。可我们今日来此，不是来和你们分什么死活的，我们是来……你我之间，就该有一场死战。还记得你那手下的仇？他是我的家人，能和沐雨结下死仇，兄弟，你的路是走到头了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还适可而止啊！我方才说过，这里是黄泉当铺，我只允许你们在此聊一聊那些往事，可没让你们把我这里给拆了。王掌柜，有些话你怕是还没有和他们2人说完吧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里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事物。哦，什么事物？这个，正是这个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块腰牌可以取走院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3关始终能够凌驾于3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太小看我们，也太小看黄泉当铺了。哼，哈，3关这是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好像忽略了一件事。哦，我们忽略了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更不认可你们3关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需要你们存在。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呀。只是你们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莫不是3关中谁要成婚了，邀请我们前去赴宴？你们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。苏昌河在家园拒绝了我的交易，可今天这个交易你无法拒绝。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去，这个约你们一定要赴。去哪里赴约？天启城。天启城？那所见之人又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，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得到答案。有意思。可为什么我一定要对暗河这个答案感兴趣？收起你的研磨掌吧，在黄泉当铺中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来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这样的疯子。你说的约我会去赴，你的命也先留下，还是让沐雨亲自来去吧。要不，你现在就动手？这是不把我们黄泉当铺放在眼里。不急于事。疯子！我知道这是你的地盘，可我还是会发疯的哟。抱歉，掌柜。哎呀，刚刚差点没忍住啊！但是不理清暗河背后的隐秘，我们确实举步维艰。他们主动来寻我们，倒好过我们去找他们。不过，天启城是不是听起来也有几分趣味？如果你曾经去过天启城，就不会觉得那里是什么有趣的地方。让暗河入天启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事情只有越危险，才越值得去做。因为世间的每一件事，都有属于它的代价。你想要这座平静了许久的天启城染上血雾，可影宗本是护卫皇城的所在。很多事情已经开始不一样了，我期待他们的到来。哎，我的乖女儿，在看么事啊？苏沐雨，她可能暂时不会回钱塘城了。哎，她本就是苏家的家主，自然不能一直留在这钱塘城中啊。她回暗河了？不，信上说她要去天启城。皇城天启，
他去那里做么事？信上并没有说。看来我也要准备动身了。皇城天启，阿爹，你去过天启城吗？那是世间最繁华的城池，是世间最安全的城池，亦是世间最危险的城池。世上有2个戴恶鬼面具的人最可怕，一个是我，白小堂之主姬若风，另一个便是他了，暗河的魁，人中之鬼。我本以为暗河会在这一次的混乱之中彻底离开历史的舞台，可却在他和另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得到了新生。所以，他们真的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？消息不会有错，他们这一路前行，肯定是冲着天启城而来的。据说，世上有一条河，是常人无法看到的，只有在最深的深处，顺着月光，你才能依稀看见它。而沿着这条河流往上走，就能找到他们。他们是黑夜里的利刃，最凶狠的刺客。而如今，这条暗河要流入天启。